各位属羊的有缘人，大家好，我是谢安邦。今天咱们聊聊即将到来的2026年，这对你们来说是等待了12年的六合太岁大旺之年。过去几年，或许你总觉得有力难施，机缘擦肩，但从现在起，请提振精神，你的运势转折点真的要来了。切记，决定明年运势的关键不是春节，而是阳历2月4号立春这一天特定时辰的一个简单动作，将直接影响你整年的财库，是满意还是流失？12年一次的六合太岁，机缘难得，若因不知秘诀而错过，实在可惜。我钻研传统命理风水数十年，见过太多属羊的朋友因不懂把握天时而错失良机。今天我要清清楚楚告诉你，在这丙午马年，作为五行属土的未羊，你该如何借助火生土的强大能量撬动财富。请务必看完本期内容，中间我将毫无保留地揭晓那个必须在立春当天中午执行的关键动作。这不仅是一个仪式，更是由你亲手打开全年好运之门的钥匙。首先，咱们得来弄明白，为什么2026年对属羊的你来说，能量如此特殊。在咱们传统的易经八卦和命理学里面，地支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精妙的，其中六合是最为紧密、和谐的一种能量共鸣。今年是丙午年，午代表火，也是生肖马，而你属羊，地支是未，五行属土，午和未相合，这就是著名的六合。更妙的是，午火能生未土，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一年的太岁星君，也就是掌管全年气运的主宰，他不是来考验你的，他是来生助你，来帮你的。这就好比你在今年忽然遇到了一位实力超强又非常欣赏你的大贵人，他不仅看好你，还主动想把资源、机会和财富送到你的手上来。但是这里有一个核心的逻辑你必须搞清楚，贵人送财上门，你也得有个像样的仓库来接，你得把自家财富通道的大门打开，这股能量才能顺畅的流进来。如果你不懂在气场转换最剧烈、能量最强的那个关键时刻去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布局，那么这股巨大的生助能量反而可能因为在你这里堵住了，转变成一种压力。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明明赶上好运年，却忙得焦头烂额，身体透支，最后还没存下多少钱的原因。所以接得住和引进来同样重要。这里我就必须重点强调一下立春这个节气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很多朋友都误以为农历大年初一就是生肖年的开始，其实从正统的干支历法来看，2月4号立春这个时刻才是丙午马年的能量气场，正是接管天地，成为主导力量的精确时刻。在这一刻，天地间的五行气场会发生剧烈的震荡、交接和更新。对于属羊的你来说，这就是太岁之火能量最旺、最想与你建立连接的那一刻。如果你能在这个精确的时间点做对事情，就等于直接与太岁星君签下了一份全年的富贵合约。反过来，如果你在这一天毫无准备，或者不小心犯了忌讳，那这股12年一遇的六合吉气就可能跟你打个照面，然后就飘走了。为了让您彻底明白这个关键动作的分量，我跟您分享一个真实的经历，这绝不是讲故事，是我几十年积累下来的真实见证。我记得有一位1955年出生的属羊的老原主，在上一个马年，也就是2014年的时候，他当时59岁，正处在人生和事业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关口，打算把实业交给孩子，自己退下来做点投资。我当时就特别叮嘱他，在马年立春当天，一定要在特定的时辰，于家中的财位做一个安放。这位老先生非常虔诚，完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了。结果那一年，他的家族企业交接的出乎意料的平稳顺利，而他本打算是试水的一笔投资，竟然获得了数倍的回报，整年顺风顺水。可同样是那一年，我认识的另一位属羊的朋友，因为不太信这些，立春当天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结果那年生意上是非缠身，还因为合同问题赔了不少钱。这两个例子就活生生的摆在那里，告诉我们在关键节点上，懂与不懂，做与不做，结果真的是云泥之别。说到这里，我相信您已经迫不及待想知道，这个能锁住整年泼天富贵的动作到底是什么了。这个动作的核心就在于调动火生土的力量，并最终转化为土生金的财富。但是请您先稍安勿躁，因为在揭晓具体操作之前，我必须让您深刻理解今年您所处的气场环境，否则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操作起来心念不专，效果也会打折扣。今年丙午年，天干是丙火，地支是午火，这是一个火气极其旺盛的年份。对于五行属土的属羊人来说，火来生土，这叫做印星旺盛。印星在命理中代表长辈、贵人、民生、学习、房产和稳定的保障。
这意味着今年您非常容易在这些领域得到好消息和实质进展。但是火如果太旺，而您自身的土不够厚重扎实，就会出现火多土焦的情况，就像一块地被太阳暴晒过头，反而开裂，种不出庄稼。这也就是中医里长说的虚不受补。所以咱们在立春这天要做的动作，目的就是增强您自身土的厚度和承载力，让您能稳稳当当地接住太岁送来的这把烈火，把它转化为温暖而持久的能量，去生出金财富，而不是被这把火烧得心浮气躁，徒劳无功。您要特别留意的是，这个动作关联到您家中一个非常特殊的方位，这个方位在2026年既是太岁降临的方位，也是全年财气生发的源头。如果这个方位堆满了杂物、垃圾，或者是阴暗潮湿的角落，那么就算太岁想帮您，财气也像被堵在了门口，进不来。很多属羊的朋友觉得自己明明很努力，机会也好像有，但最后总是差临门一脚，往往就是因为这个关键的气口被堵住了。这个方位就是正南方，请您记住，是精确的正南方，因为午马就在正南方，这是太岁星君的座位。在立春这一天及整个马年，这个方位绝对不能动土、敲打、钉钉子，更要保持干净、明亮、整洁。接下来，我要通过更深的易学原理为您剖析，为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动作会具备强大的效力。易经最讲究同气相求，您属羊，在后天八卦中与坤宫西南和离宫正南有密切关联，而今年太岁能量坐镇正南离宫，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正南方离火的旺气平稳有序地引渡到代表您自身的土的方位上。这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必须同时具备火的属性和能够承载土的实质，最好还能连接到金的象征。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美的火生土、土生金的能量循环闭环，因为最终土生出的金才是您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如果只接受了火生土，而没有土生金这个出口，您今年可能只会觉得名声好了，人缘佳了，但口袋里实实在在的进账却不多。所以，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建财。现在，您肯定最想知道，那个具体的、神秘的动作到底是什么？这个能让您在2026年立春当天直接叩开财富之门的方法，我将其称为银柜纳财归库法。请您务必认真看，最好拿笔记下来，每一个细节都很关键，不能出错。第一，时间必须精准，这个动作需在2月4号当天的午时，即中午11点到下午1点之间进行。为何选此时？因今年为午马年，若立春当天恰逢午日，便是午马日，而午时即午马时，形成3重午火叠加，是全年火气最旺、六合之气最强的时刻。此时进行布局，可借助此时机提升积极能量。第二，需准备的物品十分简单，一个全新的红色立式封及红包袋，以及6枚干净锃亮的硬币，硬币面值最好不同，例如1元、5角、1角混合。为何是6枚？因6象征6合，寓意事事顺遂。在传统理念中，一6共中为水，而水广义上也象征财源，虽借助火土之力，但最终目标是引动如活水般的财源。第三，核心操作步骤，在2月4号中午11点到1点之间，请您走到家中客厅或书房，最好是您常待的空间的正南方。首先，将此方位认真清理打扫，保持整洁，气场通透。然后，将准备好的6枚硬币擦拭光亮，郑重放入红色红包袋中。接下来，关键一步，手拿这个装有硬币的红包，面向正南方站立，心中诚恳地默念3遍祈愿语：太岁顺遂，丙午之火生助未土，六合之财安稳归家。念完后，将此红包平整端正地摆放在此方位的柜子、抽屉中或书架、地毯下等稳妥不常移动之处。放置后，需保持整整1年，直至明年2027年立春之后，方可取出处理。这一做法的原理是，借助红包的红色五行属火，来呼应此时机的旺盛气息。红包内的硬币五行属金，代表希望吸纳的财富，而您本人作为主阳的未土，是这一切的执行与承载者。您亲手完成安放，就在这一特定时刻，形成了一个火生土、土生金的良性循环。此时机的火气通过红色红包这一媒介，升旺了您自身的土气，增强您的承载力与人际助力。您被增强的土气又转而升旺红包内硬币所象征的金气财富，这相当于将时机带来的无形助力转化并稳固为未来1年积极的财富趋势。完成了这一核心布置，您就为2026年打下了一个良好的财运基础。然而，仅有基础还不够，我们还需了解在这1年里如何在此基础上稳步发展。接下来，
为您详细解析属羊的朋友在丙午马年各个方面的趋势走势，祝您在生活、工作中做出更明智的规划。先谈谈大家关心的财运，属羊人今年的财运可以说是过去10年里较为突出的时期。因六合之势，您会遇到较多的合作求财机会，可能是他人主动邀约合伙，或通过朋友介绍促成事务。若您从事商业、业务工作，今年尤其适合拓展人脉，寻找可靠的合作伙伴，特别是生肖属马、属猪、属兔的朋友，他们可能为您带来助力。不过，需注意火多土燥的影响，反映在钱财上，极容易因面子、冲动而产生不必要的较大支出。例如，为撑场面购置超出承受范围的物品，或为某些听起来诱人的名目，投资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请您谨记，今年的财运以正财为主，是靠人际关系、专业技能、资源整合稳步获得的收入，偏财投机为辅。凡是遇到那些听起来一夜暴富、风险过高且难以把握的所谓机会，即便包装华丽，也建议您谨慎对待，三思而行。今年可将资金用于能增强自身土气的方面，例如学习进修、提升技能、优化工作环境、维护核心人脉，这些投入在今年都可能带来不错的回报。再看事业运，对于在职场的属羊朋友而言，2026年是展现能力、获得认可的有利年份。印星旺，代表您的努力与贡献容易被上级、领导看到和肯定，您很可能被委以重任，负责重要项目，或得到调往更合适岗位的机会。此时，请不要因感到压力而习惯性退缩或推辞。记住，时机对您有利，是您的支持力量，只要您敢于承担，认真去做，结果往往会比较圆满，收获明实。尤其在农历5月和6月未月，火土之气最旺时，事业运会达到高峰。若有竞聘、考核、重要项目推进，请全力以赴，成功概率较高。当然，事业顺利时，也需懂得韬光养晦。因您今年较为突出，难免引人注目，甚至招来一些闲言。应对方法很简单，保持谦和低调，多做事少炫耀，取得成绩多归功于团队与领导指导。如此既能保护自己，又能真正赢得人心。感情方面，今年也是属羊人的和谐之年。六合本身就意味着和睦、亲近、缔结良缘。对于尚单身的主羊朋友，今年脱单的几率较大。您很可能通过长辈介绍、工作往来或朋友聚会，遇到让您心动且条件合适的正缘。对方无论是人品、修养还是经济基础，都值得您认真考虑。对于已有伴侣的主羊朋友，今年的感情生活总体是温馨甜蜜的，虽然偶尔会因火气旺而有些小争执，但只要彼此多一分耐心，很快就能和好如初。对于有计划孕育新生命的家庭，今年也是一个缘分较深的年份，可以好好把握。最后，在健康方面需特别留意，丙午年火旺，在传统养生观念中，火过旺可能影响金，对应呼吸系统；大肠也耗伤水，对应肾；泌尿系统同时导致土，燥对应脾胃。因此今年您需格外关注呼吸系统如咽炎、咳嗽、消化系统肠胃不适、便秘或腹泻的问题。特别是到了夏天火气最盛的几个月，一定要多喝温水，饮食清淡，多吃些滋阴润燥的食物，如银耳、百合、梨等，少吃辛辣油炸之物。此外，火旺也代表心血管系统负担可能加重。上了年纪的主羊朋友，今年务必注意血压和心脏的养护，保持情绪平稳，切忌动怒急火攻心。为了让不同阶段的主羊朋友得到更具体的参考，接下来针对不同出生年份做些细致分析，请您对号入座，了解属于自己的提醒。首先是1955年乙未年出生，虚岁72岁的主羊朋友，您是牧羊，走到这个年纪，福泽已深。今年的重点在于安享和传承。六合之年，家庭气氛会特别和睦，晚辈孝顺，正是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好时候。今年最重要的是把身体调理好，放宽心，少为儿孙琐事操心。很多这个年纪的朋友，在上一轮马年选择安心休养，结果那一年身心舒畅，家宅安宁，儿女的事业反而更加顺遂。所以1955年的朋友，今年您的智慧在于收敛锋芒，尽享天伦，这本身就是对家族最大的贡献。健康上，多留意脾胃的养护，饮食以软烂清淡为宜。接下来是1967年丁未年出生，虚岁60岁的主羊朋友，您是火羊，天干丁火遇到流年丙火，好比就有相逢，地支又是五位相合，这意味着今年您的社交圈会较为活跃，老同学、老朋友、老同事的聚会邀约会增多，这是好事，能让您心态年轻，信息灵通。但毕竟到了花甲之年，身体需要更多关爱，
在各种应酬场合，一定要量力而行，切忌过量饮酒和暴饮暴食。事业上，若您还未退休，今年可能会迎来一个圆满的收官或荣誉性的转变。若已退休，也可能被返聘为顾问，是一个能收获名望和尊重的年份。善用您这几十年来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可为您的晚年生活铺就更舒心的道路。再看1979年己未年出生，虚岁48岁的主羊朋友，您是土羊，正是年富力强，作为家庭和社会中流砥柱的年纪。今年对您而言，是压力与机遇并存的一年。六合之士会带来很多新的事业机会，可能是新项目、新领域的邀请，甚至会有创业的冲动。我的建议是，可以大胆评估，积极尝试，但务必脚踏实地，步步为营。因己土得到丙午之火的生福，您的贵人运较强，遇到困难时，只要愿意开口求助，很容易得到有力支持。不过，在拼搏事业的同时，请注意平衡家庭，多关心伴侣的情绪，不要因忙碌而冷落了最亲近的人。这一年，看准趋势后的适度进取，会为您带来不错的回报。对于1991年辛未年出生，虚岁36岁的主羊朋友，您是金羊，36岁是人生承上启下的关键年，又逢六合，天干辛金被太岁丙火相合，这称为官星合身。对于在职场发展的朋友来说，是利于事业发展的象征。今年您非常有希望获得提拔，跳槽到更好的平台，或被赋予重要的管理职责。女性朋友今年的正缘运也较强，若是经商，今年要格外重视品牌形象和口碑建设，这会让您的生意规模更上一层楼。所以1991年的您，今年一定要自信，要勇于在公开场合展现自己的能力和才华，主动争取应得的位置和荣誉。2003年癸未年出生，虚岁24岁的主羊朋友，您是水羊，24岁，正处在从校园步入社会或继续深造的人生起步阶段。今年六合，意味着您适应社会的能力较强，容易遇到愿意指导、提携您的老师或前辈。虽然天干癸水与丙火有些小摩擦，但也代表了需要平衡与学习。若是求职，过程会比较顺利，容易进入制度完善或有发展前景的单位。若是求学，学业上也能有不错的进展。年轻的您，今年最忌讳好高骛远，要沉下心来，多学多看，扎实基本功。感情上桃花虽旺，但选择时需理智，避免卷入复杂关系。最后是2015年乙未年出生，虚岁12岁的主羊小朋友。这个年纪的孩子处于成长发育和性格塑造的关键期。六合之年，孩子通常会表现得更加懂事、合群，学习上也能保持稳定或有所进步。家长应多鼓励孩子参与集体活动，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需要注意的是，火旺之年孩子容易上火，要关注视力保护和牙齿健康，督促他们少吃糖果、油炸食品，多喝水，保证充足睡眠。讲完了不同年份的趋势，我再为所有属羊的朋友梳理一下今年农历中几个特别需要注意的月份，让您心中有数。农历正月寅月，虽是新春，但寅木克为土，您会感觉开局比较忙乱，事情繁杂，容易心烦。这时一定要沉住气，按部就班，不要自乱阵脚。农历2月卯月，卯未半合，运势开始稳步回升，贵人浮现，适合开启新的计划或学习。农历5月，这是您全年趋势的最高点，此时机灵月，又是六合，火土之气旺盛，这个月您效率较高，求财办事的成功率较大。之前立春布下的红包布置，在这个月能量会较为明显，可把这个月安排最重要的谈判、签约或决策。农历6月未月，是您的本命月，未土比肩，但火气余威尚在。这个月要特别注意控制开支，容易有意想不到的大笔花销，要理性消费。农历11月子月，子未相害，是今年需最谨慎的月份。这个月易有口舌是非，也容易感到身体疲惫或小毛病缠身，建议减少不必要的应酬，晚上早点回家，避免去偏僻、阴气重的地方。农历12月丑月，丑未相冲，年底变动会增多，比如岗位调整、搬家、长途出行等，要以稳定为主，不宜做重大决定，一切等来年开春再说。除了这些，还有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小细节，可以为您增添助力。今年火气重，您平常贴身的衣物、床单被套，可以多选用黄色、棕色、米色、卡其色这些属土的颜色，可以帮助您稳定气场，让您感觉更踏实沉稳。尽量少穿大红色、紫色的衣服，特殊喜庆场合除外，以免让情绪更加急躁。另外，家里正南方这个位置，除了安放我提到的红包之外，请注意不要摆放鱼缸、饮水机、花瓶，特别是水养植物，
因水会克制此方位的火，可能引发水火相冲，导致破财、视力问题或心血方面的不适。若您家正南方恰好是卫生间，那就在卫生间门口挂一个黄色的门帘，平时保持卫生间干净干燥，门常关，以此化解。属羊的朋友，2026丙午马年是您人生中12年一遇的六合之基，这样的有利年份，人的一生能赶上几次？所以，请您一定要珍惜这份时机，不要犹豫观望，时机已将登高的阶梯置于您的面前，您只需怀着信心和诚意，稳妥地迈出那关键的第一步。您要明白，传统分析不是宿命，它不是告诉您注定会发生什么，而是像一份人生趋势参考，告诉您什么时候宜进取，什么时候宜守成。我今天与您分享的所有内容，从立春的布置方法，到全年的趋势解析，再到各月份的提醒，就是为您准备的2026年详尽的参考指南。另外，做人永远要记得感恩与回馈，当您因顺应时机，把握机遇而有所收获时，别忘了去帮助身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行善积德是滋养一切福泽的根基，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善意举动，比如善待他人、爱护小动物，在力所能及时帮人一把，这些善念和善行最终都会形成美好的能量，回馈到您的生命之中，让您的福气根基更加深厚稳固。这叫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属羊的朋友，无论您此刻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2026年都预示着一个充满希望的新起点。请把健康永驻的这期内容收藏好，在立春前一天再拿出来仔细看一遍，确保每个步骤都了然于心。也欢迎您把这份参考分享给您身边属羊的亲朋好友，让大家一起沾沾这12年一遇的喜气，独乐不如众乐。我是谢安邦，在健康永驻，真心的祝福每一位属羊的朋友，在2026丙午马年，六合相伴，贵人相助，财源稳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万事顺意。我们下期再见。